这球满意吗？哦，已经没有第一局那么紧张了，比较好一点。对，但是还是很紧张。还是很紧张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滚滚猪公究竟是个怎么样的节目呢？如果从后台上来看，会让人家很有遐想哦。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2018年收看《滚滚猪公》的观众有99.6%的是男性，仅有0.4%，也就是4%的是女性观众，而且所有的观众都是18岁以上哦。我们应该没有设定成18禁吧？不过今年女性的观众大幅成长了2倍，达到了0.8%的高峰，而且未成年的观众也有了0的突破哦。对于保龄球的未来，我们应该还是要感到很有希望的。上集的影片最后呢，我们征集对于 PAP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一起来测试，没想到居然让我们征集到了就读国2，而且还是打曲球的朋友哦。我们赶紧约起来吧。那你平常的分数大概是在多少？110、120。好，这局打超过120，我请你喝饮料。有。阿燕这颗有力性的球就几乎没有什么展开，大概不到1寸。那所以它的第一条油线呢就很明显。我们要找 PAP 的时候，就是利用第一条油线，它在这边做一个开合，所以是左边的这一条往这边的第一条，这就是阿燕的油线。这是我打双手的油线，也是比平常的油线高很多。我打正常单手的时候，我的油线是在这边，现在是跑到指孔这边了。所以我的 PAP 的位置呢，也从这边移到了这边。但虽然刚刚点没有打对，但是油线看起来是蛮接近的，所以丢出去的时候 PAP 的点还是蛮稳定。1、2、3、4、5。它比较大的问题呢是后面几步比较急促，所以有时候第5步太急促的时候呢，他的手的动作就来不及跟上。1、2、3、4、5。这一球出手的时候脚晃了一下，也就是身体的协调没有做得很好，手的力气太大，把整个身体拖拉走。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会很在意最后一步 ending 有没有站稳。如果打完出去，身体会被这样拉开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手的用力用得太大了，而且你的身体是不协调的。这球其实我想起来打双手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打出去的时候呢，手还是要顺着把它包出去。其实跟单手的延伸是很像的，但有时候我们光用2指打的拉力效果就很好，就会忽略了一些基本动作。阿燕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因为我现在看到你的基本动作其实打得不错，就是你的前3步都还蛮 OK 的，但是你的最后2步呢很急促。最大的问题呢是你的最后1步站不稳，会晃神。对，然后你常常会过于用力的时候，你打完你就会身体就会变这样，所以你这样的时候呢，就是你的手太急了，这样一甩起来，你的手就没有办法确实把力量转移到球上面，所以你的球就是打到那样的时候，它就会回不来。所以你要确实让你的手有那个感觉，重点还是在最后1步。那我给你的建议呢？最后1步走慢一点，让自己可以站稳，把力量转移到球上面。你可以试试看。我在想哦，你这球为了要站稳，所以其实你少做了一个往前延伸的动作，所以球就没有往你要的方向走，它就往了左边走。原本会这样跑掉，是因为你的重心被拉开了。你要把你的重心放在下半身。很像在屁股的地方，屁股呢不要抬起来。让屁股
是有点像坐着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去出手。这样你的重心呢就可以保持在人身上，而不会被拉走，也不会像刚刚那个打不出去。因为你的身体前面还是要延伸的，身体要往前面延伸，包括你的肩膀，但是你的下盘是要在下面。看自己能不能再做到一次，出去的时候把手顺势的包起来。怎么办？我好像打得比单手好，我是不是要把原本的球丢掉了？1、2、3、4。这球身体就高起来了，人有站稳，球回来的感觉就差不多，就只是有没有打准的问题了。很不错。已经打了200分，我现在开始来试一下我们测试 PAP 要试的几个东西。上次的测试呢，我单手的时候，我正常手势把它打成0度的时候，我的 PAP 是同一个点。那双手试试看。球速慢 ，PAP 在一样的点。那我把球速打快一点。目前看起来，双手跟单手的 PAP 在改变球速上面是不会改变的。试着把转速打少一点点，用一样的手势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看看你能不能回答我？就是你走到第5步的时候啊，你的左脚先到，还是你的右手先到，还是同时到？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或者说你在打的时候呢，你去注意一下这个问题，然后你再告诉我答案。OK。把侧拳脚打小一点，对我来讲比较容易。先来这个吧。这看起来 PAP 的位置是没有改变的。觉得我的左脚比较快。觉得左脚比较快。阿燕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你现在的第5步就站得比较稳。因为你有去思考这个问题，而且你现在的时间的落差更为明显。那明显的好处呢，就是说你会比较固定，你会知道你每一球是一样的。因为你刚刚在丢的时候，你有时候是同时，有时候是左脚快，然后再手到。那因为不一样的时间差，就会让你的手来得及做动或来不及做动，所以有时候会有拉到，有时候没拉到。那现在时间差比较固定的时候呢，就变成你可以把你的心思意念都放在你的手上面，就不用再去担心脚的问题，这样就比较容易去抓球到，就很像做实验。如果你手也在变，脚也在变，那你就一直找不到问题在哪里了。这球试着把侧旋打大一点。看起来是没有在一样的地方，而我改变了手盘位置之后呢，有线其实落的位置比较漂亮，因为都闪过了直孔。那当然，如果我是很全直的在打双手的话，那就不会有大拇指孔的问题，因为这个孔呢，在之后是不被允许的。在新的保龄球规则里面呢，打双手的选手他就只能允许手放的直孔。是不允许会有其他的孔在球上面，那还会衍生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这边没有孔，我可以这样打，也可以这样打吗？不可以的，我们必须要在你打的那个地方呢做记号。例如说我是用这边打，我就得在这边做个记号，代表我的手是这样放，我不可以把它反过来拿，这样是不被允许的。
这球我试着让球比较45度的转，那 PAP 的位置也是不一样。其实我觉得保龄球真的没有那么简单，要能够很协调的在一球里面把所有的动作做好，真的是有点难度。所以我当时在学曲球的时候，我能够把所有的动作做对，可能6局只有1、2次，我就觉得很高兴。对，我觉得要同时把所有想做的事情做好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刚刚跟阿燕提到的这个问题，到底左脚跟右手它配合的时间是怎么样呢？那我觉得在初学者的阶段，尤其是打直球，比较好的节奏就是像这样，也就是我的左脚到的瞬间，我的右手就挥到。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方法。那以曲球来讲，我们需要让手吃到手指头的力道，所以其实是要有一个支点可以拱起来的。如果我们是边滑行边拉球，原则上就会不稳定。如果说有滑步的选手，我觉得是滑到定点的时候，手做提拉的动作。那如果是手先到脚再到的时候呢，就会造成身体的失去平衡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差，其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习惯。那最好的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时间差跟你喜欢的感觉，然后把它练固定。只要能够固定的，那就是基本动作。基本动作稳定，你的球才会打得好。很不错。所以这球蛮好玩的。大侧旋呢，它在球道上要反应，它需要一段让球转起来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转折点就花了比较长的时间。没站稳。好球。其实我的观念，以前我也会觉得打双手是比较投机的方法嘛，因为你不用去练大拇指出手的时间差。我前一阵子有真的花一点时间在感受双手打球的诀窍，我发觉其实双手很多细节，它细腻的部分跟单手是接近的。那所以有时候会不一样的球路，你在交叉练习的时候，可能也会想起来一些我们忘记的东西。好球！恭喜你挑战成功。我们来领奖品、喝饮料去。好，那因为时间差不多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滚滚珠公的朋友来讲一下？希望能再来这边做客。好啊，那你今年是几岁？今年要15，要15岁。对，其实这一次有15岁的阿燕来报名参加滚滚珠公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新血加入保龄球，我觉得是一件好事。看到阿燕，我觉得还蛮高兴的，因为我大概是国2开始打球，然后她打得比我当时好很多。那希望阿燕还有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加入进来，然后让保龄球的环境更好。你也为自己打气一下吧，加油！加油！谁加油？我加油啊！大家也都加油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